本周起，来自沙特、巴林、科威特、阿曼、土耳其、伊朗6国外长以及海合会秘书长相继访华。2022年，中国主场外交以中东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的到访拉开帷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同上述国家保持高层交往，将对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有益贡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发布消息，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分别于本周3和周5对中国进行访问。王毅将分别同两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针对中土关系，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同日宣布了阿卜杜拉希扬外长访华的消息，并表示，阿卜杜拉希扬将与中国同行讨论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两国25年合作的全面计划。伊朗驻华大使克沙瓦尔兹扎德还在推特上发文称，伊朗外长将访问中国，这对目前的形势非常重要。外交部强调，针对中伊关系，中伊将在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和协调。土耳其仍然是要围绕着2023和2053战略愿景，把它的中间走廊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进一步的进行对接，拉动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伊朗去年与中国签订了25年合作规划，需要把这个规划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方案，他们都有这个迫切需求。再加上伊朗、土耳其与海湾国家关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他们这个访华与海湾4国外长和海合会外长访华形成了时间上的重叠，也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本周内，6个中东国家外长接连访中国。周一、周二2天，王毅在江苏无锡分别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举行会谈。此外，科威特和阿曼2国外交大臣也将来华访问。外界也将此次大规模外交互动视为相关国家对王毅在去年3月的中东6国之行的回访。当时的访问也创下了中国外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记录。王毅还在访问中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包括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周三，中国外交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布联合声明，就提到重视王毅去年3月访问时代表中方提出的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声明指出，双方一致同意：一、尽快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领域，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应对当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服务共同利益。2、尽快签署中海战略对话2022年至2025年行动计划，为双方合作开辟新的前景，拓展更多领域。3、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统筹推进双方经贸利益。4、适时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召开第4轮中海战略对话，加强双方战略沟通，落实双方发展规划，规划中海关系与合作未来发展。这个恐怕是在中国与海合会关系史上，他要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我认为这4个领域的共识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非常看好中国与这6个国家以及海合会的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无论是海合会国家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同上述国家在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知名公众号牛弹琴周三发文指出，此次6个中东国家外长接连访华尤为特殊。首先，在非召开峰会的背景下，这样的密集度中国外交史上少有。外交无小事，这样安排肯定也不是无心。其次，来的都是中东国家，其中有些国家之间关系还很敌对，但他们都欣然访问中国。第三，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邀请中东国家外长。文章提到，新年伊始，中国对于中东国家的主场外交传递出丰富信息。首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体现了来华的中东6国对中国的特别信任。第二，根据会谈的内容来看，中东国家希望抓住中国红利和机遇，其中巴林外长就当着王毅的面感谢中国提供了2针疫苗。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外长相继来华的中东国家中，沙特和伊朗就是老冤家，土耳其和沙特也有摩擦。而中方智慧地将6个中东国家分成了3组，海湾4国是一组，土耳其和伊朗各一组。虽然他们彼此有分歧，但不妨碍皆为中国的好朋友。文章提到，显然这些国家几乎同时到来，也是希望中方不偏不倚，主持公道。路透社周二题为“中国井然有序会见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伊朗外长”的报道中就提到，这些国家外长相继访华的背景是，有关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会谈正在维也纳进行。王毅在同沙特外交大臣的会谈中就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他表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必须得到维护，同时也应照顾地区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中方支持海湾地区国家设立多边对话平台，联合自强，把地区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在积极推动伊核协议谈判的时候，就一方面强调伊朗他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同时他也要严格的遵守伊核协议。美国也要首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协议它的恢复履约成为一个可能，为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国际核不扩散事业做贡献。此次6国外长访华的背景还包括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以及西方频繁炒作涉疆问题抹黑中国。但被外界认为最应该有态度的中东国家，看法就和西方国家很不一样。比如费萨尔当着王毅的面说，沙特坚定支持中国在涉疆、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王毅也说，沙特作为重要伊斯兰国家，在涉疆问题上仗义直言，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高度赞赏。王毅还强调，你是新年第1位访华的外长，体现了中沙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东6国外长密集访华也受到美方的关注，并认为时机特殊。分析指出，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互相斗、互相博弈的策略越来越不受欢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国家开始更多开展自主和积极的外交，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改善，各国都想在新的地缘政治形成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形势下，这些国家现在更多希望首先能控制疫情，然后快速走出发展困境，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恢复经济，中国自然成为其重要合作对象。4个国家虽然都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但是他们对美国的本质有深刻认识。地区盟友对他不信任，再加上地区盟友他自身的困难美国不能解决，那就要造成地区盟友他内外政策的自主空间的扩大，也就是人家也要寻求战略自主。这次我认为6国外长访华，就是或者同时是6国依据不同的人家自身利益，寻求和彰显一个战略自主的重要表现。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那么2022一开年，中东多达6国的外长密集访华，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从1月10日开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沙特、巴林、土耳其以及后续的科威特、阿曼、伊朗等国的外长要举行会谈。
中东国家的外长扎堆访华，构成了2022年中国外交的一道风景线。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呢，去年王毅7天访问中东6国，同样构成了2021年中国外交重要的内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动与联系愈加的密切，从高层的互动也能够反映出来。今年中东外长包括海合会的秘书长开年受邀回访，外交互动已经常态化和制度化了。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去看来访的中东6国的外长以及海合会的秘书长，在中东地区分属不同的类型。但能够集体访问中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都是朋友和伙伴。王毅国委在去年中东6国之行呢，也是无差别的，充分考虑了中东秩序的现状。其次，中东地区秩序处于历史性的变局之中，各国希望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中东地区秩序在相当长时间呢，是一个被塑造的秩序。冷战期间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后的几十年，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是深度的介入，伊拉克战争之后更是要求要改造中东秩序。伴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行战略调整，中东地区获得了一次由区内国家共同塑造地区秩序的机会。沙特、土耳其、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对于地区秩序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中东地区大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充实合作内容，就是扮演中东秩序重构的建设性的角色。最后，中东地区面临着安全、发展等多重考验，尤其是疫情、能源价格波动之下，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于中东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向中东国家提供了疫情防控的援助和支持，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对于中东石油的生产国和中国的能源消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此外，中东产油国，尤其是海合会的成员国，都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计划，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愿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视，也是难以绕开的。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建设者，有助于中东地区的繁荣和发展。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东地区积累起发展的动能，实现地区秩序的重构和转型。